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市场上超级矛盾的现象哦。就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经历了可以说是史上最惨的单日大崩盘之后，有一个币叫 BNB， 竟然反其道而行，在短短3天后，价格冲上历史新高点。对，你没听错，一边是血流成河，大家都在恐慌抛售，另一边却是逆势大涨，庆祝创下新纪录。这到底怎么回事？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就来好好的把它扒清楚。你看这个对比，哇，真的是太夸张了。当整个市场一片哀嚎，比特币跌了超过10%，以太币更惨，跌了超过15%的时候，BNB 却好像活在另一个世界一样，从中午的低点强势反弹了超过54%，还直接创了新高。这种完全跟市场脱钩的表现，也难怪很多人会想，这是不是交易所搞的鬼？好，那崩盘之后呢，马上就上演了一场交易所之间的甩锅大战。我们来听听他们各说各话。第一个跳出来开枪的是去中心化交易所 Hyperliquid 的创办人 Jeff， 他话说得很重哦，直接点名说，像币安这种中心化交易所根本就是故意在制造流动性危机，白话一点讲，就是故意让你想买买不到，想卖卖不掉。他还说，我们看到的爆仓数字，搞不好连真相的1%都不到。哇，这指控可不轻啊！那当然啦，币安的创办人 CZ 怎么可能坐视不管？他马上就回击了。你看他说法多漂亮，别人忙着甩锅，我们币安呢正忙着保护用户。你看，一下子就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负责任的好宝宝形象。好，我们来看一个超级具体的例子，你就知道大家在担心什么了。你看 ATOM 这个币，在币安的国际站，它可以在5分钟之内从10块钱直接崩到剩不到1分钱，几乎是归零了。但你看哦，同一个时间，在他们家的美国站，价格就只是正常下跌，跌到2块多，这也差太多了吧？也难怪大家会怀疑国际版的交易所是不是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风险。OK， 所以抛开这些吵来吵去的口水战，我们来看看 BNB 到底凭什么可以在那种市场状况下还能涨得那么夸张？它背后的真正动力是什么6亿美金，大家先记住这个数字。好，为什么是6亿美金呢？因为有消息说，有一家中国的投资银行正在募一个6亿美金的基金，而且目标很明确，就是要直接投进 BNB 的生态系。你想想看，这么大一笔钱要进来，这很可能就是内股在背后硬是把 BNB 价格撑住，甚至推上去的关键力量。而且哦，还不止这一家银行哦。我们常说的聪明钱，也就是那些机构大户，其实早就已经在整个币圈悄悄地布局了。32亿美元，你没听错，这是在上个礼拜，也就是市场大跌，大家吓得要死的时候，新流入加密货币投资产品的钱。所以你看，这就是重点。当我们这些散户吓到赶快卖掉的时候，聪明钱在做什么？他们反而在疯狂扫货。你看，有32亿美元流入 ETP， 像 MicroStrategy 这种大金鱼又继续加码买比特币，而且比特币的价格还稳稳守在一个很关键的价位上。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大户根本没在怕，他们觉得这是捡便宜的好时机。好，问题来了，既然大户们都这么看好，钱也一直在进来，那为什么市场还没有迎来大家期待的下一波大牛市呢？到底是什么东西卡住了？答案呢，说出来你可能觉得有点无奈，是政治。美国政府不是关门了吗？现在已经第3个礼拜了，这就导致负责监管的 SEC， 也就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基本上也跟着停摆了。那很多加密货币的重要决策，自然也就被冷冻起来了。
这个政府关门造成的影响，就像是高速公路上的大塞车。你看呢，现在有16个另类币的现货 ETF 在等着 SEC 点头，后面还有21个在排队。这些东西如果通过，都是能为市场带来大量资金活水的。结果现在呢，全部都卡死在华盛顿，谁也动不了。然后啊，还有一个更大的变数，可以说是个震撼弹。有传闻说，美国那边正在考虑要不要特赦币安的创办人 CZ。你想想看，如果这件事成真 ，CZ 能够重回美国市场，哇，那整个美国甚至全球的加密货币版图可能都会被重新洗牌。最后，我们来听听一位 ETF 分析师是怎么看的。他说，一旦这些卡住的 ETF 真的被批准了，那就像是水库打开了泄洪的闸门一样。你可以想象那画面吗？就是会有超级巨量的资金一口气冲进这个市场。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什么？是一边数十亿美元的机构资金已经准备好蓄势待发，另一边却是华盛顿的政治僵局把一切都卡住了。那么问题就来了，你觉得华盛顿真的是阻挡加密货币下一波牛市的唯一也是最后一道关卡吗？这点就留给大家思考了。